没想到还有人会跟咱们一样，想要杀了刘石桥。还是个丫鬟。不要！小姐，小姐，您怎么了？敢推进门，就砍了你的手。没事，别打扰我，都给我滚！大门给我守好了，任何人不能进来，否则我要你们好看。是的，大小姐。大小姐不让咱们进去打扰。柳石桥，这下不会有人再打扰我们了。今晚就是你的死期。放心，我们是来报仇的，跟你的目的一样，要杀了他。所以，我不会阻止你的。你还想不想动手了？如果你不想动手，那就我来了。不，我要亲自为姐姐报仇。小草拿着匕首对柳石桥捅了半天，柳石桥渐渐的失血过多。差不多了，给他一个痛快吧。柳石桥瞪大眼睛，死不瞑目。多谢两位大侠帮忙，让我为姐姐报了仇。如果有来生，奴婢一定报答。既然你已经报仇了，为何还要死？我原本和姐姐相依为命，可是姐姐却被柳石桥给害死了。我唯一的念想就是为姐姐报仇。现在仇已经报了，也就没什么活着的意义了。而且杀了刘府大小姐也是活不了的，所以我宁愿自杀，也不会让刘府的人动我。唉，他才不过13、14岁的年纪，就经历了亲人被害死，变成孤身一人，也没有了活下去的希望。还真是。那，如果我们能救你呢？你还要死吗？我知道你心地善良，不过这里毕竟是刘府，戒备森严。我一个普通人，想要活着出去，谈何容易？两位大侠估计是来去自如，肯定不会有麻烦的。但我就是个拖累了，我不能让两位大侠为了我冒险。你们让我报了仇，我已经感激不尽了，再不会做出拖累两位大侠的事情。非常不错，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姑娘，而且聪明胆大。你们快走吧，这里有我看着，放心，我不会说出你们的。趁着现在刘府的人还没有发现，你们快从后窗出去。两位大侠，从这里出去，翻过墙，然后绕过花园，就能到后街上了。你们赶紧走吧。石谦，你想怎么做我都支持你。两位不要耽搁了，快走吧，这天都快亮了，再晚就怕来不及了。柳石七走到小草跟前，没有犹豫，直接抬起手掌将他打晕，庄严则拿起一旁的蜡烛丢到了床上，这才带着小草一起原地消失了。等小草再次醒来的时候，你醒啦！您不仅帮我报了仇，还救了我的命，奴婢无以为报，愿今生今世都追随在您的身边，为奴为婢都可以。我救你回来可并没有这个意思啊。我其实打算给你一些钱，你可以自己好好生活，或者找个好人家嫁了也行。不，女侠，请不要赶奴婢走，奴婢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您救了奴婢，奴婢就把您当成是世界上奴婢最亲的人。如果您也不要奴婢了，那奴婢也只有死路一条了。我可不是什么好人，跟着我以后会后悔的。奴婢认定了您，从今以后您就是奴婢唯一的主子。如果您实在为难，您也可以让奴婢给您做烧火丫头，但是希望您不要赶奴婢走。你要不跟着他？不行。石谦，我身边只会有你一个人，其他女人休想靠近我。主子，奴婢只喜欢跟着您。哎，那行吧，以后你就跟在我身边吧。奴婢见过主子。哎，别一口一个奴婢的，听着人心烦。属下见过主子。这还差不多。主子，
请给属下赐个名吧。那你以后就叫连生吧，代表从今日起获得了新生。连生多谢主子厚爱。第二天一大早，大侄女儿受了重伤，还被毁了容，这件事不宜声张，我怕歹徒还会来行凶。这次救了千柔的命，难保下次还有这么幸运了。好，都听柳兄弟的。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的女儿！哎呀，这是造了什么孽呀？千柔她怎么会被害成这个样子？人活着已经是大幸了。对，能活下来已经是烧高香了。要说起来，郝千柔2辈子出事都是因为赵华，可是赵华根本都不知道。而且郝千柔继续顶着赵华未婚妻的名头，或者和赵华成亲，赵华的声望越来越高，郝千柔肯定是还要出事。他注定了要给原著女主腾地方的，那下一次必死无疑。郝千柔是个十分善良的女子，我实在不忍心她再被伤害折磨了。想要保住郝千柔的性命，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要她远离赵华，彻底和赵华分道扬镳，再无瓜葛。或许这次郝千柔毁了容，说不定是个很好的机会。千柔丫头的伤太重了，身上的伤如果想要好了，估计得1-2个月，但脸上的伤是好不了了，肯定是会留下疤痕的呀。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这千柔成这副模样，以后还怎么活，怎么嫁人呢？不管千柔到底变成什么样，我都会娶她。你们的婚事还是等千柔醒了再说吧。她如果改变主意不愿意嫁人了，我们家也不是养不起千柔。千柔，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很疼啊？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我一定要杀了他，为你报仇。他叫王琛，是和郝千柔一起长大的，很多人都知道他喜欢郝千柔，但是郝千柔却跟赵华有婚约。哎呦，这人不错啊，还是郝千柔的青梅竹马，这个原著里倒是没有提起过。哎，这才是真正爱一个人的样子吧。刚才赵华说想要娶郝千柔，但表情多少有些勉强。可是这个王琛明显就是不嫌弃郝千柔毁容，反而是心疼郝千柔的遭遇。千柔姐姐现在被毁了容，应该不会有人真心想要娶她吧？唉，真是好可怜呐。我愿意，无论千柔变成什么样，我都愿意娶她。你说的是真的吗？不会只是说说而已吧？我说的句句属实，如果有一句谎言，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哼，王哥哥，好样的。那个，我还有事，我之后再来看千柔。发现赵华听了王琛的话，一点反应都没有。如果是自己的未婚妻被人如此惦记，正常男人哪个受得了？可是赵华就像没听见一样。村长暗暗咬牙，知道赵华明显就是不在乎他闺女。我们打算把千柔带到县城里，然后由我爹亲自给她治疗，估计得1个多月才能好起来。你看行不行？你要是不放心，想把千柔留下来，再重新找个大夫也行。多谢大兄弟，谢谢你们救了我闺女，还愿意费心给她治伤。哎呀，大哥，你快起来，有话好好说呀。主要是我们家里现在人多，村里也住不下了，所以才会县城。而且千柔和另一个受伤的丫头都需要好好照顾和治伤，还是县城里更方便。能不能把我媳妇儿也带上？我会出生活费的。主要我想着我媳妇儿的病不算大病，她肯定想要守着千柔，而且不让她守着，我怕她会担心，病情反而会加重。可以，我府里能住开，至于生活费就不需要了，也就是多一双筷子而已，不必那么见外。
小幸能下床以后，就找到了柳十七。小姐，您是好人，您救了奴婢的命，奴婢愿意一生追随您，请小姐一定要收下奴婢。哎，你先养好伤再说吧。哎，行了行了，你先养好伤行不行？等你养好了再跟着我行不行？多谢主子收留，请主子赐名。行吧，那就叫兰生吧。也希望你经历这次苦恼，能够获得新生，往后的日子都平安顺遂。属下兰生，谢过主子赐名。兰生在此发誓，以后定效忠主子，以主子马首是瞻。我真是莫名其妙的就白得了2个得力属下呢。还挺不赖的。兰生，你之前是待在人事身边的人，想必跟着他也学了很多管家和处理内务的方法。属下确实是被人事培养出来，将来要送给小姐，出嫁后帮忙管家和处理内务的。那正好啦，那你就和连生一起先待在我母亲身边，协助我母亲管家，然后过些日子再买些人进来，你们亲自去培养几个能跟在主子身边打理家事的人。等人培养出来了能用了，你和连生再回到我身边。属下遵命。村长又来看郝千柔。我们抓住那个变态杀人犯了。你们抓到人了？具体是怎么回事？真的，我们真的把那人抓住了。也是多亏了你当初的提醒，我们才能这么快。不过这事儿啊，也挺惊险的。抓谁啦？大叔这么高兴？就是抓到了之前伤害你千柔姐的坏人。不会吧？我记得捕快是在半年后才抓着人的呀。村长大叔他们这么快的吗？不会是搞错了吧？不过我有点好奇，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长得凶神恶煞的？跟你们说呀，我肯定没有抓错人。那你倒是具体说说是怎么回事啊？你之前提醒了我之后啊，我就立马和附近的几个村的村长说了这件事，他们也很重视。然后呢，有变态杀人犯的事儿就在附近几个村子里传开了。所有村民啊，尤其是家里有女儿的，都很注意外来人。几乎是有外来人到了村里，他们都会提高警惕的。正好前些天有个外来人姓高，名乔，一副书生打扮，长相还十分的斯文俊秀，看外表呀和赵华差不多的感觉，很是吸引了一波村里小姑娘的注意。他说呢，他是要进京赶考的。他先到了咱们村，但是咱们村的人因为千柔的事情对他很疏离，他在咱们村连村口都没有进去，就被村民们给赶了出来。后来呀，他就去了咱们隔壁的杨家村。父老乡亲们真不赖，没有被斯文败类的外表给骗了。那这个高桥就是那个变态？怎么发现的？你们还记得之前和你家大郎定亲的杨慧吗？怎么还和他有关？那个杨慧之前跟别人做出那样的事情，败坏了名声，后来被迫远嫁。这不是过年吗？他就和他的相公回来娘家走亲戚，结果都过了15了，他都不愿意回婆家去。我是听说啊，她在婆家过得非常不容易，经常遭到丈夫的毒打，她不愿意回去婆家也是正常。但是她的相公怎么肯乐意啊？于是呢，又在她娘家闹了一通，然后怀着孩子又小产了。这下她身体坏了，也没有办法走了。于是呢，相公自己就先回去了，说等她养好身体再过来接她。杨慧怎么甘心再受她相公折磨呀？而且她在村里的名声都臭了，谁都不愿意救她脱离相公的魔爪。后来呢，等她能下床了，正好高桥去了杨家村。他看到那高桥长得俊秀，又是个读书人，之后呢还要考科举，于是他就动了心思，要和这个高桥走。如果这个高桥是个正派的人，肯定不会答应吧？谁说不是呢？谁家正派人会勾搭一个有夫之妇的？因为村里人都得了消息，警惕外来人，
尤其是想要接触本村女子的，这个高桥就很明显，才来了1-2天，就有好几次被发现他和村里的姑娘接触。谁说不是呢？谁家正派人会勾搭一个有夫之妇的？因为村里人都得了消息，警惕外来人，尤其是想要接触本村女子的，这个高桥就很明显，才来了1-2天，就有好几次被发现他和村里的姑娘接触，这还了得？杨村长就找到了我们一起悄悄观察，发现这个高桥表面上斯斯文文、知乎者也的，但是背地里还经常给村里好多个小姑娘们献殷勤。我们这一下呢，就发现他不对劲了。后来我和杨村长一合计，先悄悄通知了杨会的相公，还把高桥接触过的姑娘的爹娘都叫过来，让他们注意姑娘们的安全。这高桥似乎也察觉了不对劲儿，发现那些和他说过话的姑娘都见不到了，他就联系杨慧，说打算带着杨慧私奔。这杨慧是高兴了，但是杨慧的丈夫怎么可能放过他们？他们刚跑出去没多久，就被杨慧相公给抓住了。他们村里一群男人打算暴打这高桥一顿的时候，竟然发现这高桥身上带了那么多的工具，有斧子、凿子、砍刀、钉子、麻绳、蒙汗药等等，上面都是血迹斑斑，看着就让人不寒而栗呀。这个时候大家就更加确定他就是那个变态杀人犯。刚开始高桥还不承认呢，只说是爱慕杨慧，不想杨慧被他相公折磨，这才会带着他私奔的。我当时就想如果把他就这样送到衙门去，证据不足，他会咬死了只是和杨慧私奔，并不打算做其他的。那这样的话呢，最多就是打几板子掏点钱而已，不会要了他的命。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充足的证据才行。于是我和杨村长商量，打了他一顿之后，就把他扔出了村子。他以为他逃过了这一劫，就匆匆走了，殊不知咱们很多人都悄悄地跟着他，然后呢，咱们的人就跟着他进了大山里，看着他进了一个山洞。他进去没多久，咱们的人就听到山洞里有女子的惨叫声，然后咱们的人冲进了那个山洞，就救下了那个女子。这次也算是抓了个正着。哎呀，今天我之所以来的这么晚，就是和杨村长一起先把那个变态送去了衙门。看来事情解决了，挺好。不过这里面有件事很奇怪呀，我们在那个山洞里竟然看到了半个金山圣母娘娘的神像。半个？对，就是半个。之前咱们村里的金山圣母娘娘神像不是被劈成2半了吗？这其中一半莫名其妙的就跑到了那个山洞里，我当时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呢。那你打算把神像怎么办？那毕竟是青山圣母娘娘的神像，说实话呀，咱们这种凡夫俗子不可以轻易动它。总觉得那神像很神奇，它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既然有一半神像自己去了那个山洞，那就不要动了。哎，说实话呀，我实在是怕给咱们带来什么灾难。估计咱们今年的赶庙会是不能举办了。夜里，刘十七找到了钟老头。外祖父，你跟我说一说关于青山圣母娘娘庙的事情吧。你是有什么怀疑吗？祖父，你不觉得我的脸和那个神像很像吗？哎，这何止是跟神像很像啊，小丫头你其实跟女帝也长得很像。外祖父，你说我和谁很像？咱们俩进宅子转一圈吧。外祖父给你看些东西，看完你就知道了。刘十七也不反对，两人瞬间消失。丫头，这边。丫头，你自己上去看看吧。这些都是谁画的？是他吗？我好奇怪啊，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些画里的人就是我呢？而且他是谁？丫头，看到了吗？这里面所有的画作都是为西兰国女帝可怜幽民陛下所画的。
这里面的每一幅人物也都是女帝陛下本人。丫头啊，你应该也发现了吧？女帝陛下跟你长得异常相像，尤其是这里。外祖父的意思是，那青山圣母娘娘庙里的神像，其实也是女帝陛下吗？哦，那只是个残次品罢了。残次品？什么意思啊？我不明白。这样吧，我跟你说几个故事。这个故事啊，也是口口相传下来的。至于几分真几分假，你自己体会吧。相传，女帝赫连幽冥出生的时候，其实是一对双生女。女帝是姐姐，叫做赫连幽冥；妹妹叫做赫连兰真。女帝其实刚出生时，就比妹妹体弱。国师说女帝活不过1岁，除非送去仙山，由仙人亲自照顾，或许能够活得长久一些。帝后为了女帝的性命，不得已，在她刚满月就送到了武夷仙山之上，跪求数日，才打动了一位仙人，亲自照顾和抚养女帝。之后女帝就跟着这位仙人，学会了许多奇门遁甲、兵法谋略、修仙问道等等各种本事。女帝的身体也愈发的健康了，生活也算是无忧无虑吧。而这位先生把女帝当作自己的亲传弟子，想让女帝继承他的衣钵，修成正果，得道升仙。而另外一边，女帝的同胞妹妹赫连兰真成为了皇太女。赫连兰真自幼被培养成为了帝位的传承者，她学的全部都是治国之道，她也在努力的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姐妹的生活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互不干扰。可是直到后来啊，西兰国天灾人祸不断，周边国家都对西兰国虎视眈眈，国势渐衰，可以说是国势渐衰。而皇太女赫连兰真同父异母的几个弟妹却还在争权夺利，想要取代她的位置。就在她焦头烂额之时，她想到了在武夷仙山之上修炼的女帝。她自以为女帝跟她一母同胞，肯定是会向着她的，而且她也想请女帝出山，想要她拯救西兰国。仙人是不同意女帝出山的，觉得女帝她自从入了仙门，就不该再管世人之纷争。女帝刚开始其实也不答应，但是皇太女使了一些计策，女帝被成功骗出了仙山。女帝真实看到了人间疾苦，西兰国的百姓每日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还无法解脱。女帝最后她实在是不忍心，所以她同意假扮为皇太女，替皇太女出征各国。女帝自然是美战告捷，而皇太女则是利用女帝的功绩，声势却是越来越大，甚至超过了当时的皇帝。皇帝被有心人挑唆，渐渐对皇太女产生了怀疑，开始各种限制皇太女，甚至起了废掉皇太女的心思。皇太女知道之后，想要先下手为强，她再次利用女帝跟她一样的样貌，成功的转移了皇帝的视线。皇帝派出了大量的人手去围堵女帝，而他自己身边却被皇太女钻了空子。皇太女撺掇兵权，为了皇宫。也就是在这紧要关头，仙人进了皇宫，阻止了皇太女杀害皇帝。皇帝这才知道，原来皇太女之所以战功显赫，到了只手遮天的地步，都是因为这个从小养在仙山的大女儿被皇太女就这样骗下了山。
皇太女被秘密废除，被皇帝贬成了庶人，幽禁在了深宫之中。皇帝为了弥补对赫连幽冥的亏欠，也是认为赫连幽冥自身能力强大，于是就封赫连幽冥为皇太女。但是女帝并没想称帝，所以她拒绝了皇帝的好意，跟着先人就这样回到了仙山。所以那个青山圣母娘娘神像里关的是恶神？是。那外祖父怎么确定我和女神赫连幽冥有关，而不可能是和赫连兰真有关？毕竟她们是双生女，原本就长得很像吧。因为据说女帝和赫连兰真唯一的区别就是女帝的鼻翼旁有一个小小的朱砂痣。这样吗？我上辈子的容貌确实和画中人很像，而且鼻翼一直有一颗朱砂痣。一个国家的兴亡在历史里司空见惯，为什么从外祖父您这里感觉好像西兰国很特别似的？对，西兰国确实很特别，因为西兰国本就是神族的国度。什么神族国度？外祖父，您是在开玩笑吧？现在说着说着，怎么连神族都扯进来了？这也太扯了吧！我忽然有些怀疑，这本书的原作者是不是脑子有坑？神族的事情确实是说来话长啊，反正你现在知道了，女帝陛下跟赫连兰真的事就行了。哦，那我知道了。您口中的女帝陛下算是被她双生妹妹给害死的，而那个青山圣母娘娘神像其实是关着赫连兰真当时身体里的恶神。那为什么那个关着恶神的神像被村里人供奉了这么多年？难道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吗？那尊神像之前一直都是沉睡的状态，大家供奉或者是不供奉它，其实都没有什么差别。它呢，并不会害人，也不会起到祈福的作用，而且经过这100年上千年的时间，里面的恶神已经消散的差不多了。至于说前段日子说那尊神像忽然被雷劈了，而且还被劈成了2半，我当时就偷偷去看过了，里面的恶神已经消失，具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知道的就这么多，如果你还有其他疑问，可以自己去2层藏书之中找找，说不定还有记载呢。哦，好吧。行了，我还有事要做，你送我出去吧。送完钟老头，躺在床上很久，但一点睡意也没有，于是干脆又回了空间宅子。这是我当时梦里见过的那个人，他当时披着头发，刚开始我还以为她是女子呢。我记得当时他和那个老者站在高高的台阶之上，后面有黑色的宝座，那个老者似乎是叫他神君，对，就是神君。莫非刚才外祖父说的那位仙人，也就是女帝赫连幽冥的师傅，人称神君的人就是他吗？他应该也是外祖父提到的女帝心里喜欢的人。可是为什么这个神君的脸竟然和庄哥哥长得一模一样呢？莫非庄哥哥是神君的转世吗？既然是神君，那应该是长命百岁不死不灭才对，怎么可能有转世？我一定是想多了。你到底是谁？就在柳时七有些忘乎所以的时候，忽然看到庄严从楼梯处走了上来。师父，是你吗？师姐，你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我没事啊。那你为什么会哭啊？我竟然哭了吗？为什么？
我为什么看到画中人会有一种心里闷闷的想要流眼泪的感觉呢？真是莫名其妙。世谦，你喜欢吗？哦，画的挺好的，我挺喜欢的。好呀，回去了之后我给17也画一些。哦，那就先谢谢庄哥哥了。庄哥哥，你是怎么进来的？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可以自由地进出这儿了。而且似乎我还能感应到你的进出。原本我今天就是想跟你说这件事的，正好感应到你进来了，我就跟着一起进来了。刚才我看到你跟外祖父在一起，似乎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谈，所以我就没有跟过来。但是看到你们在里面待了好久，似乎出去过又进来了，我就有一些担心你，于是就过来看看。外祖父呢？外祖父怎么不在了？外祖父说他还有事，我把他送出去了。哦，那17怎么还在里面？是有什么事情吗？也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就是之前听外祖父说了一些事情，弄得我有些睡不着了，所以就进来看看。不过庄哥哥你真的好奇怪啊，为什么别人都进不来这里，只有你能进来，而且你还能自由的出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好像自从上次黑门出来之后，我就能自己进入到这儿了。估计是跟那黑门有关。黑门确实很邪门，不过庄哥哥长得真的好像画中的人啊，也好像梦里的那个神君，而且我和女帝长得一模一样，而庄哥哥却和那位神君长得一模一样。我能自由地出入这里，而庄哥哥也能，这真的只是巧合吗？但是太多的巧合凑在一起，就不应该是巧合了吧？好像是有什么缘分吧。还有，我从外祖父的故事里知道，女帝内心里是喜欢神君的。我对庄哥哥也有好感，可惜啊，女帝是神君的徒弟，师徒之情变成了爱情，在当时估计是禁忌的吧，所以两人才会深深的错过。17，外祖父是跟你说了什么吗？我看你似乎有什么事情很纠结，都影响到你的睡眠了。比如我到底是谁？我真的是穿到了一本自己看过的书里吗？还是说那都是假象？我真的有上辈子吗？女帝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还有，庄哥哥还是那个庄哥哥吗？还是女帝的师傅那位神君？或者他也不是我想象中的人呢？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17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站在你这边，所以说你不用太过纠结，放松心情面对嘛。如果说实在有什么事情想不通，你可以问我呀，咱们2个人可以一起想办法，总比一个人放在心里纠缠不清的好，那样会很伤身体的，而且我会很担心的。刚才外祖父说的事情，总感觉和庄哥哥也有莫大的关系。庄哥哥他应该也有权利知道，我还是告诉他吧。然后开始转述钟老头对他说的故事。这是真的吗？他是喜欢我的？啊，庄哥哥，你说什么？啊，我说了什么？总觉得庄哥哥有时候好奇怪啊，感觉从里到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17，后来呢？女帝怎么样了？女帝为了国家和百姓牺牲了自己，跳进了明火海，身形俱灭。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如果不是我执意要救赫连兰真，幼明他就不会身形俱灭，都是我的错。你是神君吗？柳17当场石化，他的初吻就这么没了？喂，你干嘛？你干嘛突然亲我？那可是我的初吻呢，我2辈子的初吻，
就这么没有仪式感的丢了。我不理你了，不管你是庄哥哥还是那位什么神君，我都不想理你了。我刚才亲了17，我怎么会忽然这样？17才12岁，我这样也太禽兽了。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觉得最近自己很不对劲儿啊？好像总是会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行为。莫非我是鬼上身了吗？会做出如此梦浪的行为？17刚才说，不论我是庄哥哥或者是神君，莫非17也发现了我的异样吗？他怀疑我是神君，西兰国女帝赫连幽冥的师傅，也是女帝的心上人。这怎么可能呢？这也太不可思议了。莫非我真的跟那个什么神君有关？又或者是那个神君就在我的身体里？如果我可以重生，顶替了这辈子的自己，那我的前世如果说也重生了在我这具身体上，那会不会也顶替了现在的我呢？我的前世会不会就是那位鼎鼎大名的神君呢？如果说不是，怎么会长得如此之像？上次掉进了那个深不见底的天坑，我明明感觉自己已经死了，可是后来竟然毫发无伤地醒了过来。这真的只是巧合吗？有没有可能也跟那个什么神君有关系？是不是我的死亡唤醒了他？这是真的？我果然有问题。他话音刚落，就发现他自己浑身发出一道柔和的白光。你不就想逼我出来吗？我现在出来了，怎么？你怕了吗？你就是神君，女帝赫连幽冥的师傅。哼，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你是我的前世，所以才会出现在我的身体里。不，我不是你的前世。不是吗？那你是怎么回事？我只是我自己的三魂七魄里的一个魄而已，是一直守着一份记忆，停留在地灵里的灵魂，直到你出现为止。我不懂你的意思。哎呀，现在告诉你也无妨。当初幽冥他为了黎民百姓，毅然决然地跳进了冥火海，尸骨无存，魂魄也即将消失殆尽。我为了能够留住他，于是强硬地将自己的三魂七魄拆解，其中两魂两魄跟幽冥的一丝残魂缠绕在一起，滋养着他，助他渡劫，助他重新投胎转世。而我的另一魄留在了地里，世世代代守护着他的陵墓和他的记忆。还有的魂和魄被我抛弃了，算是对我自己的惩罚。而你其实就是我遗弃的那一魂自己生长而幻化出来的，也算是你自身的造化。那我重生这件事儿，重生不存在的。你只是能力比较强，即便死了也不甘心，于是冲破了平行世界的门来到了这儿。你之前顶替的庄严其实就是我的另一魄而已，再加上我也进入了你的身体里，所以你现在合成了一魂两魄。我的半丝魂魄放在普通人的身上也是强者，你现在拥有一魂两魄，你说呢？那你在我的身体里会左右我的意志吗？只要你对他好，其他的我不参与也不管。那刚才你还动用我的身体亲了17呢，我怎么那么不信呢？你说的他是17还是赫连幽冥啊？17就是幽冥。如果你有一天敢伤害他，我可以直接拉着你一起毁灭。我不会伤害他的，我此生都会爱护他，守护他，他就是我的命。好。国公爷，经理来了信，说让您马上回京，说圣上在找您。可知道找我有什么事儿？据可靠消息说，圣上应该是想要让国公爷您去带兵。哼，四海升平没有战事，他让我带什么兵啊？
莫不是又想出什么鬼把戏，让我荣国公府给他当枪使？这个属下就不知道了，咱们在京里的探子也没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行吧，我去找一下穆红他们，我跟他们道个别，一会儿就启程往回赶。好，属下这就吩咐人给您备马车。马车怕是来不及，直接备快马吧。这您的身体怎么受得了啊？就按我说的去办。另一边，庄严来到了和庄玉约定的地方。义父，可是出了什么事情？老皇帝要对东南沿海出兵了，主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您可以趁机混在军营之中，然后伺机而动，和军队里的将士们打好关系。这样的话，主子就有了军队的支持。他要对东南沿海出兵，怎么会这么突然？主子，可是有哪里不对吗？确实有一点点不一样。我记得我那时候，老皇帝是在6月份出兵的，可是现在才3月，整整提前了3个月。义父，最近宫里是不是多了一位很受宠的娘娘？是一位从高黎国进献的美人，现在则是被封为了丽妃，在宫中很是受宠。那就对了，这位妖妃提前入宫了，所以老皇帝对东南沿海的战事也提前了。丽妃是妖妃？对，老皇帝原本就昏庸无道，但起码还知道勤政。但自从这个丽妃出现之后，老皇帝渐渐的就不早朝了，而且为了不让官员跟王公贵族夺权，他竟然把权力全部给了太监。后来太监们成了一股新的势力，残害了更多忠良，而且丽妃还利用美色拉拢了很多佞臣，为他跟他的国家所用。丽妃后来还偷取了皇城布防图，高丽国差点攻下了京都。主子，要不我现在就让人把那个丽妃给弄死。不用，这个丽妃也不是完全没有利用价值的，而且我之前也是通过东南战事才进的军营，然后用了2年的时间把这支30万的军队握在了自己的手中，这也是我后来夺权当中最大的筹码。那主子已经决定要去了，是吗？主子，您一定要为大局着想，一定要为您的父亲太子殿下，还有您的母亲太子妃娘娘报仇啊！不能让他们在九泉之下还死不瞑目。主子，咱们也不能太过于拘泥于儿女私情啊，对吧？什么样的女子等您登上了帝位，怎么这还怕没有吗？义父，时期它是不同的，她在我的心里比皇位更重要。我希望义父你对她能像对我一样尊敬跟爱护，因为她是我的命。如果她出了什么事的话，我无法独活。主子，您……义父，我说的都是认真的。你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二的亲人了，所以说我再把心里话告诉你，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好，义父知道了，义父一定像对你一样，对那位柳姑娘，你大可放心。多谢义父成全。但是你也要知道，只有拥有了强大的权力，你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心爱的姑娘，这才是正道。你也不希望自己心爱的姑娘因为身份低微而被人所欺负吧？当然不可以，谁要是敢动她，我就要谁的命。如果你的身份地位不够尊贵的话，你又如何要了那些权贵的命？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就只有你成为最尊贵的人，你才能够护得他周全。主子，你想啊，这首先第一个，如果老皇帝知道您还活着，肯定是要对付您的。那与您最亲近的柳小姐，岂不是首当其冲就会被老皇帝所迫害？对啊，这次带兵的其中一人，老皇帝好像是找了荣国公，而他
是柳小姐的亲祖父。如果柳小姐知道了此事，估计她也希望你能够去，顺便照顾一下荣国公吧。毕竟荣国公的年纪大了呀，战场上有刀剑无影。荣国公，好，我知道了，我去。我一会儿去跟家里人说一声。好。义父，你先看一看，到时候再派一些咱们的人一起混入军营，到时候好安插在各个地方。好，上次主子救回来那2个少年就非常的不错，到时候和您一起去。好，带上他们。庄哥哥，你在门口晃来晃去，晃得我头疼。有什么事不能直接说吗？一个大男人为什么能那么磨叽？师姐啊，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我在这里向你道歉。上次的事情？上次的什么事情？庄哥哥该不会想的是那个吻的事情吧？庄哥哥不会以为我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就是因为他吻了我？那这误会有点大。庄哥哥以后该不会都不敢亲我了吧？哎呀，怎么感觉好像是我亏了呢？算了，庄哥哥，上次那个事情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没有因为这个事情生你的气，就算是生气，也就生气了一下下而已。之后想想，我还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呢。庄哥哥这样一个大美人，被他亲了，我好像还占了大便宜呢。嘿嘿。师姐，谢谢你。啊，谢谢我？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就是谢谢你。总觉得今天庄哥哥怪怪的，莫不是有什么事情吗？庄哥哥，你这么晚在我房门口转来转去，莫非就是为了这件事？那我知道了，天色很晚了，庄哥哥赶紧去休息吧。师姐，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说。师姐，我要离开了，所以我想跟你道个别。庄哥哥要走？什么时候？要去哪儿？我义父庄玉过来找我了，他想让我去东南沿海参军，今晚就走。哎，这不是应该在6月才发生的事情吗？怎么提前了3个月？不过庄哥哥要参军，这是必然的，我不会阻止他。可是想到好久都见不到庄哥哥了，我一定会想念他的吧。庄哥哥，你进来吧，我有件东西要给你。庄哥哥，这是我送你的生辰礼物，虽然几天后才到你的生辰，但是你既然要离开了，那我就提前把礼物送给你，希望你能喜欢。这可是我费了10天功夫才准备好的，幸好今天弄完了，要不然还真送不了。师姐，谢谢你啊，我会好好使用它的。庄哥哥，战场上刀剑无眼，人心也隔肚皮，你要多加小心才是。我和爹娘、哥哥他们一起，等你旗开得胜，凯旋而归。祝你平安归来。好，我答应你，一定凯旋归来。庄哥哥，你既然是去东南沿海带兵打仗，那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有什么事儿？师姐说来听听。东南沿海犯境的国家一共也就2个，一个是高丽国，一个是倭寇。我希望庄哥哥答应我，到时候见了他们，绝对不要手软，一定要往死里打。如果要是能灭了他们就最好了。我希望从此以后都没有这2个国家，尤其是倭寇，就算打不死他们，也要废了那些倭寇的命根子，让他们不能人道。这又是为何？对他们的仇恨
是刻在骨子里的。不管到了什么时代，身为华夏人，都不会忘记。哦，好，我一定灭了他们。庄严去了东南沿海打仗，一走就是2年。唉，就是因为见不着17小姐闹的，要是能立马见到17小姐就好了。谁说不是呢？咱们主子就是得了相思病，只有17小姐能治。这世上要是有一道可以打开去往各个地方的门就好了，这样主子就能随时看到17小姐，主子也不用如此牵肠挂肚了。你画本子看多了吧，净想些不切实际的。庄严看到他真的来了。庄哥哥，你怎么样？是不是受伤很严重？我这就带你去看大夫。石七啊，你能过来看我，我实在太开心了。我伤得不重，石七，你不用担心。石七，我好晕啊。好，庄哥哥，你再忍一忍啊，我这就送你去医馆。柳小姐，老夫知道您就是主子的未婚妻吧？对，是我。庄哥哥的身体怎么样了？主子他身体不是很好。怎么个不好？哎呀，主子他实在是太拼了，别人估计5年10年都达不成的事情，他却想在1、2年内完成。对啊，主子他长期带兵打仗，休息不好，又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这还属于正常的情况，但主子为了在军营里站住脚跟，真的是和所有士兵同吃同住呢，还去伙房当过火头军呢。到了战场，主子更是不要命的冲在最前面，好几次受伤严重，危在旦夕。要不是有黄大夫在咱们身边一直守着，生怕主子就……庄哥哥，你这样拼命，是为了我吗？别人最少要半年才能当上百夫长，有自己的士兵，而主子只用了不到5天。这2年的时间里，更是已经做到了6品校尉，这是别人再用10年也未必能达到的成果呢。庄哥哥确实很厉害。大夫，那庄哥哥接下来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现在受了伤，需要忌口，不能喝酒，不能吃辛辣刺激的食物，还要让主子好好休养才行。小姐您放心，这2日没有什么大的战事，主子好好休息一下也是没关系的。3天后，一个士兵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庄校尉，有大批倭寇进犯，原来那日的那几个倭寇竟然是提前来打探消息的。看来对方上钩了。石七，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对，确实有秘密，没有告诉庄哥哥。不过庄哥哥要吃完饭才可以知道哦。庄校尉，这怎么可以？哦，好，我先吃饭。庄哥哥还有做昏君的潜质啊，也觉得我像个魅惑君主的妖妃。石七哪里是妖妃，明明就是未来的妖后的皇后。庄哥哥，你直接问红日吧，我懒得说。当初我们都以为柳小姐把那个倭寇直接捅死了，但其实那个倭寇没有死，是柳小姐故意留了活口，但也只剩了半条命。其实柳小姐给倭国设了一个局，一个大局。对，还是一个调虎离山局。哦，高，实在是高，不愧是我的石七。柳小姐实在是太厉害了，竟然会倭国的语言，还会倭国的文字。对，这才能给咱们成功的传递假消息。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高黎国的语言和文字我也会。还是我家石七最厉害。不过我这里确实截获了几份高黎国的书信，它里面有很多的暗语，我找了很多人过来翻译，也看不懂。等攻打倭国的事情结束之后，石七，你帮我看一看吧。好。倭寇大军现在已经到哪儿了？估计马上就到。好，出发，让那些倭寇有去无回。是，属下遵命。哎，我和你一起去。石七，
你就留在这里等我好不好？战场上刀剑无眼，我不想让你受到伤害。对啊，柳小姐，您是不知道，就是武林大侠来了，在战场上都不好使啊，因为施展不开啊。是呢，我感觉战场就像屠宰场，拿着把砍刀横冲直撞，就能砍伤好多人。还有四面八方射来的羽箭，自己人受伤都是可能的。柳小姐，您还是别去了。张哥哥，你别忘了，你的武功还是我教的呢。可要尊师重道啊！那师傅您这边请。八个，上姐姐，上姐姐！师姐，你简直就是神箭手。对啊，简直是百发百中，看着实在是大快人心。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我拿着吧，一会儿下去领赏。那个 boss。柳小姐，她在说什么？她要逃。那怎么可能让她跑了？斩杀倭寇首领者，赏金1000两。这些都是情人之间传达的信件。这……不过里面也有一些有趣的东西。愿闻其详。这个应该是宫里的那个丽妃娘娘传给高丽国皇帝的信。除了必要的甜言蜜语之外，那就是丽妃的儿子在高丽国皇帝的手里，所以丽妃愿意帮助高丽国，不是完全的心甘情愿，她应该是被胁迫了。看来丽妃的事是一个挺好利用的事，确实可以好好利用一下。张哥哥，你忙你的吧，我不害怕也不难受，所以放心吧。将士们都在对抗海浪的时候，那些奸细竟然悄悄地摸到了庄严和柳时期身边。忽然，离得柳时期最近的将领反手竟将柳时期推了下去。师姐，不知过了多久，大王，属下给您找了一个上等货。啊？莫非我这是进了什么山寨？不对呀，我之前是落海了。那我这应该是进了海盗的地盘吗？庄哥哥那个时候曾和我说过，东南沿海有大大小小几十个叫得上名号的海盗组织，估计这就是其中一个吧，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个海盗组织。不过你们遇到了我，也算你们倒霉了。抬起头来，哟，哼，确实是一个难得一见的美人呐，而且看年岁，不知道到了14没有，这应该还是个处吧。她身上穿着的应该是男装吧？莫非是哪个大家族的小姐女扮男装出来玩，然后才被你们抓住的？不是俺们专门抓他的，他是俺们在一个荒岛的海滩边上捡到的，估计就是前2天那场大风浪，他从船上掉进了海里，这才飘到了荒岛。原来如此，我是不是还得感谢他们救了我？这样的容貌配大王确实够格。二哥，你这话就说的不对了，咱大哥已经有心仪的人了，这个美人就算长得再美，大哥也不会瞧得上的。二哥你又不近女色，所以这个美人还不如送给老三我得了。正好我前2天玩的那个小妞已经没了，这2天正寂寞难受呢。忍不住呕了。你一个小贱人，你敢嘲笑我？老三，住手！大哥，你就让这个贱人这么羞辱我，那我以后还如何服众啊？我现在也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玩消失，所以现在也不能彻底惹恼了他们。哎呀，算了，这时候就忍一下吧，反正也不会少块肉。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怀孕了，所以才……这么小就怀孕了？不是，你不是处？老娘是不是处，关你娘的狗屁事！
你个癞蛤蟆。我已经成亲了。大王，外面来了一艘大夏国的海军船，他们的首领说要进来跟您谈谈。会不会是他过来了？真不知道啊。他每次过来不都是乔装打扮，然后秘密过来吗？他可是从来都没有如此大张旗鼓过。这莫不是出了什么大事？莫不是这大夏国的海军里面有人和这些海盗有勾结？那会是谁呢？那我还真不能走了，我倒要看看对方是谁。你去做一下准备，以防万一。请人进来吧。啊？怎么会是庄哥哥？还有红日弦月他们竟然找到了这里，这也太厉害了吧！我可是掉进大海里了。世谦，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再也不要跟你分开了。庄哥哥他竟然哭了吗？庄哥哥，你这是？世谦，你没事吧？还有哪里受伤，或者哪儿不舒服吗？庄哥哥放心，我没事，也没有受伤。方老弟，这女人是你的夫人？啊？这不会这么巧吧？你夫人竟然被我们的人捡到了。庄老弟，她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你的喽。17，你什么时候怀孕了？不对啊，这怎么可能会怀孕呢？我们两个又没有。庄哥哥，你们认识？哦，对，现在这都是咱们自己人。自己人？庄哥哥什么时候成海盗了？还和海盗都是自己人？这可以啊！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这位是苗守庆，苗大哥，也是这个海盗团的大王。这个是裴朗，裴二哥，是这里的二王。这位是杜森，杜三哥，是这里的三王。这是我的未婚妻，名叫柳17。啥？她是你未婚妻？那她刚才还说她怀孕了，这肚子里的娃是谁的？我没怀孕，我刚才是瞎说的。刚才情况紧急，才出此下策的。那你就是看着我吐了呗？啊，不是，是我刚才一路被扛着过来，肚子里本来就不舒服，所以才……就算是被你吓的，怎么了？我这长相也是我爹妈给的，我也没办法呀。你们不能因为这个就歧视我嘛。而且啊，我好歹是咱们海盗团的三王，二哥你给我留点面子行吗？要不然我以后还怎么出去混啊？大哥、二哥、三哥虽然是海盗，但都是劫富济贫的大侠，从不伤害百姓，还和咱们的军队有合作。尤其是三哥，水性极好，战力学家，曾经一个人就灭了一个海盗团呢。大哥，这次我来的匆忙，所以没有提前打招呼。你看能不能先给我找个地方，让我们洗漱一下，换换衣服？啊，让你二哥领你去吧。庄老弟，这边走。你们就在这里换衣服吧，我在隔壁去等你们。换好衣服记得过来找我，记住不要乱走，这里的大同小异，非常容易迷路。啊，多谢二哥。17，你快把我吓死了，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也不活了。17，下次一定不能让你离开我身边了，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害怕。对不起，庄哥哥，让你担心了。17，这不是你的错，都是我没有保护好你。不过以后都不会了。昨天是你的生辰，也给耽误了。这是我送给你的生辰礼物，你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昨天7月初7，今天都已经7月初8了。是啊，你整整的失踪了2个月了。这些日子
我简直生不如死。没想到我竟然会昏迷这么久还没有死呢，这还真是个奇迹啊！庄哥哥，你哪来这么多钱买黑珍珠的？莫非庄哥哥监守自盗，挪用军费？石七，你千万别误会啊，我怎么会是那种人呢？买珍珠的钱都是我自己挣的，还有军功赏赐的，和义父给我的。义父告诉我说，说认识我的亲爹娘，我爹娘给我留了一大笔银子，还有店铺啊、宅子啊、庄子什么的，那些东西每年都有很多的收益。对啊，现在庄哥哥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前太子殿下和太子妃手里怎么可能一点钱都没有？可即使是有钱，也不能这么乱花呀。我知道庄哥哥现在有些钱，但钱财应该用在刀刃上，可不能这么乱花啊。哦，那这次先这样，我下次不乱花钱了，可以不可以啊？等回去之后，我就把我的所有的钱都交给17保管，好不好？不行，庄哥哥是要做大事的人，手里怎么可以没有钱？还是让义父帮你打理吧。毕竟庄哥哥还要养兵、买物资，用钱的地方肯定不少，而且还不能在明面上。17，你看看这串珍珠项链是不是很好看啊？我知道你喜欢黑色的宝石还有珍珠这些东西，所以我用了2年的时间一颗一颗积攒下来的。其实这些珍珠也不全是我买的，其实啊，我是无意中找到了一片海域，海底下有珍珠贝，我自己下到海底全部给捞了起来，然后自己撬开找的珍珠。17是不知道，我足足撬了几万个珍珠贝，才凑齐了这108个能用的黑珍珠，正好可以打成一套项链。所以看在我如此辛苦的份上，17能不能不要生气了？你自己下海捞的贝壳，这多危险啊！以后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嘿嘿，好，那我这么努力的份上，要不要奖励我一下？明明是咱们一起，再加上几千个士兵一块下的海，一块撬开的贝壳，主子真好意思说。主子已经很好了，主子只拿了不到100颗黑珍珠，其他的都赏了咱们和下面的兄弟呢。咱们每人都有100多颗呢，虽然没有主子的好，但也是挺好的。到了市面上都是抢手货。也对啊，我还打算把这些珍珠留着将来做聘礼，娶媳妇儿用呢。我也是。他们举杯敬酒后，这次没有乔装打扮，而是急匆匆的这样过来，是出了什么大事吗？大哥，我其实是专门来找17的。之前我们在巡视海防的时候，遇到了恶劣的天气和刺杀，17掉进了海里。不过幸好他现在没事了。原来如此。哦，看来庄老弟对这未婚妻还真是十分重视啊。对，17就是我的命，我不能容忍他有半点的闪失。男子3妻4妾很正常，庄老弟莫不会是打算有这一位妻子吧？对，此生此世我只有17一个人。庄哥哥如果能做到对我一生一世一双人，那我也会对庄哥哥一心一意。但如果庄哥哥将来到了那个位置上，因为什么狗屁的身不由己、权衡利弊，想要娶妃纳妾的话，那我也绝不原谅。我虽然不一定能狠心杀了庄哥哥，但我会悄悄地离开。主子，我们3日前截获了一封高丽国的信，是由高丽国皇帝的死士亲自送的。我们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所以就赶紧送过来了。这玉佩哪里来的？快说！大哥，这个玉佩是从这封信里面调出来的，而这封信是高丽国皇帝给大夏国宠妃的信。大哥，你认识他们吗？高丽国皇帝，大夏国宠妃？我不认识。这块玉佩不是大哥你的吗？又怎么会出现在这封信里？
你是不是把玉佩给丢了？都下去。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我给玉儿的定情信物，但是几年前，玉儿忽然失踪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找到她。你的信里说了什么？能不能让我看看？这上面的是高黎国文字，我虽然见过，但是不认识。17认识。这里面的内容是，高黎国的皇帝在要挟大夏国丽妃娘娘，如果丽妃娘娘不答应他一件事，他就把丽妃娘娘的儿子处死。我估计这块玉佩就是丽妃娘娘儿子身上的玉佩，所以才会用来做信物的。苗大哥，当年你的玉儿失踪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怀了孩子？如果她当时怀了孩子的话，到现在估计是几岁？你是说？这也只是我个人的猜测而已。说不定你的玉儿就是现在的大夏国丽妃娘娘，也是大夏国老皇帝的宠妃，而她的孩子有可能就是你的孩子，要不然也不会用这个玉佩来要挟她了。对，我记得玉儿当时她长得极美，而且她当时说话的口音确实是高丽国的人。哎，对呀，我记得玉儿当时的相貌就跟庄老弟未婚妻不相上下呀，绝对是一个大美人儿。那是8年前的事情。如果玉儿当时真的怀了孩子，那差不多就是7岁，不到8岁。庄哥哥，你有没有办法托人找到一张丽妃娘娘的画像？主要刚才都是我的猜测而已，万一我猜错了，苗大哥白高兴一场，也是我的罪过。所以最好是让苗大哥看一下丽妃娘娘的画像，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就是玉儿。哦，我有幸见过丽妃娘娘一次，所以说知道她的样子，现在我就可以画下来。这就是我的玉儿，是我的玉儿啊！她现在竟然是皇帝的宠妃吗？他还给大哥真的生了儿子？不行，我现在要去找我的儿子，绝不能让高丽国那个狗皇帝伤害了我儿子。大哥，你别着急，就算你现在急冲冲的去了高黎国，你也认不出来哪个就是你的儿子呀。对呀，万一咱们太高调过去的话，被那高丽国的狗皇帝发现，他再把孩子藏起来，那怎么办啊？哎，大哥，你要真想去的话，咱们也提前把人都集结起来，再想想什么办法，以防万一呀。这千万别影响到小侄子的安全。这可让我如何冷静啊？这个狗皇帝都要杀我儿子了，万一他就在这2天伤害我儿子怎么办？之前我把玉儿丢了，现在好不容易知道玉儿和我儿子的下落，如果不做点什么，那我还是个男人吗？我也不能让玉儿被那个狗皇帝要挟，必须得把儿子救出来，然后再去救玉儿。经过10几天的海上航行，庄哥哥，没想到你之前会来这种地方。师姐，你千万不要误会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秘密产业，也是一个收集消息的地方，之前都是由义父的人在看着，我也只是来过1次而已。才来过1次，就能把房间里面的布置记得如此清楚，庄哥哥也是过目不忘啊。或者是在这里发生了些什么有趣的事情，所以才让庄哥哥如此念念不忘。哎呀，17，你就不要笑我了，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可以在这里发誓，如果我敢做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就天打雷劈。哎呀，好啦，庄哥哥，我是逗你玩呢，我相信你。庄哥哥，咱们现在已经到了麦城，离这高丽国皇宫这么近，又是在麦城这种烟花柳巷，收集消息应该更快吧？是的，在来之前提前传了消息，让这里的管事帮咱们打听事情了。这么多天，应该有眉目了。哎，师姐，你先在屋里等我一下，我去把那个管事叫过来。好，庄哥哥快去快回，我在这里等你。好，
那17啊，你一定不要出门啊，这地方毕竟是青楼，鱼龙混杂的。啊，好啦好啦，我知道了，你快去吧。我要是这副打扮出去，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我不是这个国家的人。看来得先换身衣服才行，出去说话也得注意了。属下媚娘见过主子，见过小姐。我之前传的信，你可收到了？怎么样？可查到什么消息没有？17啊，你先去屏风后面换衣服吧。主子，属下收到您的消息后，就立马吩咐人去查了。丽妃娘娘原本是现在高黎国皇帝的庶妹，名叫李玉儿，原本很不受宠，只在高黎国皇宫的冷宫里独自生活，时不时的还受到其他王子公主的欺负。后来属下经过查探发现，娘娘15岁的时候也就是在8年前左右失踪过一段时间，但后来又找回来了。至于娘娘是否生过孩子，这个属下暂时没有查到。好，看来丽妃娘娘的儿子被高黎国皇帝藏得很深呢。也有可能丽妃当时的孩子已经没了，然后高黎国皇帝想要利用丽妃，于是找了一个假孩子骗她，也说不定呢。17说的对，很有这个可能。毕竟就算是假孩子，丽妃自己估计也认不出来是17啊。你好美啊，庄哥哥。17，你真的好美啊，我一会儿都不想让你出门了。庄哥哥，我不跟你一起去，那你会说高丽国的语言吗？庄严尴尬摇头。那不就得了。柳小姐这身打扮，比起高黎国皇宫里第一美人的簪花公主，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多谢媚娘夸奖。不过这个簪花公主是谁？媚娘说完簪花公主以后，又简单介绍了一些高丽国皇帝的事儿，向着丽妃之前待过的宫殿走去。庄哥哥，既然人不在这里，你觉得会在哪里呢？这个我暂时也没有什么头绪。今天天色也不早了，咱们先回去吧。千万不能打草惊蛇。如果让高黎国的皇帝发现咱们俩在找那个孩子，那估计就更找不到了。好，那咱们赶紧先走吧。回去后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藏人，还不容易被发现。就看到几个宫女正在踢打另一个小宫女。你不就是个小杂种吗？清高什么呀？还敢跟陛下告我们的状？你以为你真的是皇亲贵族啊？你看陛下理你吗？你娘那个不要脸的，现在可管不上你。我们就算把你给打死了，也没人会理你的。17是怀疑那个小宫女儿。反正咱们来都来了，有任何可疑的地方，咱们都要看一看。可是信上说不是个儿子吗？那庄哥哥有没有想过，万一这就是高黎国皇帝的障眼法呢？17说的对，确实有这个可能。那我现在就去准备。17啊，你在这里等我。几位姐姐，这是怎么了？居然如此的生气。今天天气这么好，快别生气了。我带了酒菜过来，我们一起吃吃喝喝多好。你是哪个宫的？我们怎么没见过你啊？我是簪花公主身边新进的宫女，所以几位姐姐不认识我。不过咱们一起玩一玩，时间久了就都认识了。几位姐姐快过来坐，咱们一起吃吃喝喝吧。妹妹这样的身份怎么会来到我们这偏僻的院落呀？是簪花公主殿下对我们有什么交代吗？看来簪花公主是知道这个小宫女的存在的，或许之前也派人来关照过。莫非还真的是女扮男装，是丽妃的儿子？哼，公主殿下确实有交代，
他说人不能死了，否则这里的人都得陪葬。奴婢知道，奴婢只是想教训他一下，并没有想要了他的命。你过去看看他怎么样了，那你把他安排下去休息。好了好了，我跟几位闹着玩呢，都快起来吧。哎，几位姐姐也不用太在意，公主殿下说了，只要人没事就行。你们照顾她也着实辛苦，这不，公主殿下就命我过来了，好好犒劳一下姐姐们。几位姐姐也真是辛苦，竟然在这样的地方当差。可不是嘛，哪像妹妹你这么好啊，跟在簪花公主身边，可以吃香的喝辣的，还有各种好处。我们就倒霉了。整日里要看着那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一天天的竟没好事儿，还总得担惊受怕的。哎，可不是嘛。不过我刚刚进宫不久，真不知道这个小宫女是什么身份，为什么主子们都如此重视她？会不会是有什么秘密啊？她是宫中禁忌，姐姐劝你最好别打听了，问了我们也不能说的。悄悄地从怀里拿出一颗药丸，放到了酒里。刚才那个小宫女具体是什么身份？她是玉儿公主的私生女。女儿？房间里此时，庄哥哥，你没事吧？就割破带皮儿，没有什么大碍。这和丽妃娘娘的画像也太像了吧？要说和丽妃没关系，打死我都不信。对，确实跟丽妃很像，所以说我敢肯定，他就是苗守庆跟丽妃的儿子，只是被高丽国狗皇帝一直当成小宫女养着，估计就是怕丽妃有了权势之后会派人找他。那他为什么会投你啊？